33个大项，339个小项，1万多名运动员，无数次屏气凝神，无数次分毫必争，无数次巅峰对决。那这样一场世界顶尖的体育赛事，究竟是怎么样的团队和工作流，才能完整的记录7000多个小时的内容呢？那他们又是如何在几秒钟之内把整个画面实时的转播出去，让我们都看到的呢？那这次我们就来看一看东京奥运会的后台。历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各项比赛电视网络转播都会由 OBS 专门负责。那 OBS 全称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隶属于国际奥委会。那 OBS 会为每届奥运会向全球招募顶尖的团队来进行一个组建。那我们都知道奥运会烧钱、建场地、办开幕式，各种人力筹备啊。但同样，奥运会也能够赚钱。那最大头就是卖转播权。但不过这笔钱不属于承办国，而是归国际奥委会，能够占到他们总收入的70%。那像这次东京奥运会的转播权的收入就有27.3亿美元，也就是180亿人民币。那相当于花了这180亿 ，NBC、CBC、NHK 还有央视，所有这些电视台媒体才有权利拿到比赛现场的画面。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些电视台有时候也会参与奥运会的转播制作。那比如说央视，也就是说，你给我打工，你给我做转播，我给你发工资，但是你还是要掏钱从我这边买转播权，就这个套娃。那请大家把公平交易打在屏幕上。目前，央视总归为东京奥运会在内的4届奥运大赛付了5.5亿美元的版权费，那换算一下就是36亿人民币。这意味着除了央视和一些授权的平台，其他地方都是不允许出现任何转播画面的。那也包括我们这期节目，所以非常遗憾。那当然，我这里也不是针对谁，也没有说这个现在买不起的这个意思。整个东京奥运会转播工作的筹备，其实从2-3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次奥运会的转播有超过8000名工作人员，50多辆转播车，还有1700多台摄像机。那可能你现在在看的一场比赛里面，画面是加拿大摄像拍的，镜头是英国的导播切的，声音是国内大佬录的，而信号是澳大利亚团队给传过去的。那这次咱们国内非常排面，一共去了10套转播系统，分别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电视台等等，还有给了我们很多支持的 SMG 旗下上海东方传媒技术 SMT 团队啊，超级感谢他们，在这么忙的转播间隙，还有接受我们远程的问题轰炸。那 SMT 团队承担了举重、滑板、攀岩、3x3篮球等项目的转播信号制作。那相信你们对这些比赛一定是印象深刻的。整个赛场瞬息万变，如何在第一时间就捕捉到最佳画面，是整个转播团队最优先要考虑的问题。那这和我们正常的影视拍摄有很大区别。我们没有拍好可以重来，但是比赛只要错过，就不可能再拍到了。那比如一场举重比赛，比赛场地也就这么几平方米，但是前后加起来会有将近20个机位来拍。那什么斯坦尼康、轨道、飞猫、遥控云台，全部给你安排上，天上飞的、地上滑的、手里拿的，全方位无死角，保证你的运动员手上的每粉有多少颗，都能数得清清楚楚，除了桥本大辉的脚。那另外，奥运会这种体育赛事跟常规节目直播相比，会多一些这种超高速慢动作镜头的回放。那比如说跳水运动员压水花、乒乓球选手救球的瞬间，除了可以让观众看清动作，也可以帮助裁判更精确地来判断动作规不规范、有没有出界等等。这些慢镜头想在转播系统中实现，就需要专门的一套系统。那现场高速摄像机都会配置对应的慢动作服务器，通过连接这种 EVS 慢动作回放设备，再加上操作员双手灵活的配合，就可以实时按照任意速度来进行回放。那在赛事精彩瞬间发生之后，操作员们会迅速将回放片段选出来，正常来说会放慢3到8倍，而且基本上在10秒之内，4到5个机位的慢动作镜头就已经全部切好了。那这次我更震撼的就是在奥运会的转播里面，第一次用到了子弹时间。转播团队运用了4D Replay 出的一项全新技术，可以利用多台摄像机在任意角度和深度制作这种360度的视频，而且几乎实时的出片。比如这次3x3篮球比赛里面，为了拍到那么几秒钟的子弹时间，转播团队用到了60台 ZL80和30台索尼 FX6，整整90台。那什么概念呢？我们上次自己拍子弹时间用了50台佳能700D，但这些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就抵人家里面2到3台机子。就奥运会真的是太毫无人性了。比赛现场摄像机捕捉到所有画面信号，会通过场馆内密密麻麻的光电负荷缆送到制作区域。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东京奥运会转播制作全由 OBS 负责，他们会制作统一的公共信号、全 4K HDR 的画面、5.1.4的音频，加上基本的图文包装，把场内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完整的给展示出来。那里面的常规镜头都会有一定的分镜头标准，并且要求镜头中立，给到每个国家、每位选手展示的时间都是固定的。那这些信号会有专人进行一个内容还有技术的审
查，再汇总到 IBC， 也就是所有信号的收发中心，最后各自发出去到各个国家的电视台媒体。那这些买了版权的电视台媒体还可以自己在比赛现场驾驶机器做一些赛前赛后的采访。那比如说央视就直接在 IBC 里面搭建了自己的演播室，可以拿到全部的信号，然后再针对中国队进行专门的播报。信号给到了各个国家，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编辑和处理，加入一些比赛介绍、主持人出相、现场解说，还有记者采访等等。还有演播室、台标、姓名条之类的包装，形成具有自己风格和偏向的节目。而转播的制作区域基本就都在这种转播车之内。那之前的金牌车现身东京街头这个热搜，说的就是国内的奥运转播车经过长途跋涉的海运，开进了东京奥运村。而转播车动辄上千万，那些 SMT 团队这次带去的转播车，总造价一辆就在3500万左右。里面会被划分成导演、制作人所在的主制作区，负责音频通话的音频区，把控画面 HDR 颜色的 VIC 工位等等，各司其职，掌控现场的画面。很难想象，每一场比赛转播的核心大脑就在这样一节不到100方的车厢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在出征东京奥运会之前，就会进行各种1比1的设备和技术演练。那进场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进行布置还有测试。一根线错了，就会有一个制作环节拿不到他应该拿到的画面。每一帧画面都要准确无误地实时输出给全球几亿、几十亿的观众，这种压力就可想而知。但是当我们提出转播有没有翻车的可能性，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在所有人完整的监控、检查和备份之下，整个东京奥运会的转播不存在任何出错的可能。那看到今天这些十分从容的转播工作者，真的很感慨，也很难想象实现这一切中间仅仅只花了10几年。04年的雅典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参与制作的第一届奥运会，那时候整个中国团队只有60个人，6到7台摄像机，1台高速摄像机，那不过是国际制作团队之中毫不起眼的一撮人。而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作为东道主，国内大量的电视青年人参与了 OBS 的转播工作。那虽然13年前那次开幕式，国内转播经验不足，权限也不够高，切出来的角度有时候有问题，出现了一些失误，但那个美轮美奂的夜晚，仍然令无数人记忆犹新。08年奥运会之后，国内电视人迅速成长，开始活跃在世界级的各类赛事之中。这次东京奥运会里面就有上千名转播工作者来自中国，而他们的很多前辈正是08年奥运那批电视人。那像 SMT 整个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可以预见以后2022年北京冬奥会、24年巴黎奥运会，乃至未来10届的奥运会，都可以继续见到他们的身影。奥运会让全世界的青年走到一起，不仅仅是运动员，这些优秀的幕后青年也同样在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共同进步。镜头前的奥运会才是全世界看到的奥运会。在疫情之下，面对空场的东京奥运会，转播更是成了那个闭塞的赛场输出精彩的唯一出口，让屏幕外的我们一起通过镜头去感受这样充满生机还有活力的奥运精神。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里，也感谢 SMT 这次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